各位好，我是子茂。今天子茂要跟各位介绍的主题是浮动接头。首先呢，这个机构是一个随意画的直线做动滑台，无特定目的，仅拿来简单说明用。一般在制造工厂内的自动化设备，由气压缸驱动的机构还蛮常见的。气压缸与机构之间的连接，通常不会直接锁附在一起，而是另外透过接头连接，例如采用图示的浮动接头。那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要额外用接头来连接？直接锁在一起不就好了？那么麻烦干嘛？我们就来看看直接将气缸与被驱动的机构锁在一起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图示为直接锁在一起可能发生的情形。因为与气缸锁在一起的托架可能有加工误差及组装误差，而使得孔位不准确，其位置示意如黄色线所示，而黑色线表示为活塞杆的轴心位置。如锁附件的位置不精准而又将它硬锁起来，可能会造成活塞杆受力而产生弯曲变形的情形，其变形如红色线的情形所示。当然，以上为夸张一点的表示方式。另外呢，即使托架的加工及组装都准确，但依受力情形的不同，对气缸活塞杆的变形也会有影响。例如，滑台运作时如果受到力的作用而产生力矩，使得托架有变形情形产生时，活塞杆也会因为被锁死的关系而连带产生弯曲变形的情形。当活塞杆在弯曲变形的情形下作动时，气压缸的使用寿命也会受到影响。那我们来看为何气压缸的使用寿命会受到影响。图示为 SMC 标准气压缸的剖面示意图。活塞杆如果有承受力矩而产生弯曲变形的情形时，则活塞杆、轴套及密封圈会直接受到力量压迫，而有磨耗加快的情形。气缸在此情形下运作时，有可能会提前损坏，使用寿命大打折扣。那有人可能会说，如果用浮动接头就会比较好吗？在用浮动接头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构造，看用了它是否会比较好。以上这张图来自 SMC 型录，标准浮动接头大致上都长这样。只是依厂牌不同，大小及使用条件不同，组成构造及材质等会有差异。由这张图可看出，螺柱在接头的内部有球头的构造。螺柱之所以可以摇动，就是拜这个构造所赐。这个球头的构造在接头内部是由两个环所支撑。从图中可看出，这两个环与外壳内部保有一定的间隙。所以它在径向的方向上可以有一定的移动量及浮动量。另外呢，由于螺柱与外壳之间也需保有间隙，在实际使用时灰尘及铁屑等可能会侵入。一旦间隙被堵塞了，接头无法浮动及失去了作用。所以一般来说，浮动接头的前端会装设防尘盖做保护。这张图为安装浮动接头后的情形。由于浮动接头的组成构造及特性，我们可以了解到它可以有一定的角度摇动量及径向方向的移动量。例如采用的浮动接头型号为 JA4014-150，则查询型录可知其摇动角度为正负5度，容许偏心量 U 为 0.75 毫米。一级表示只要在这个范围内，误差及变形可以被浮动接头吸收，而不会使活塞杆有直接受力变形的情形产生。在使用浮动接头时，还有一些事项要特别注意，像是螺牙的规格与锁入的深度。一般来说，气缸的杆端螺牙为细牙，浮动接头螺牙一般来说也是细牙。与浮动接头搭配的对手件如有公牙，也需注意必须是细牙才行。另外要注意，气缸的杆端螺牙安装时不可锁入过深，如锁入过深抵到螺柱的滚珠构造时，则螺柱会被卡死，失去浮动作用。
通常行路上会建议锁入的最大深度，注意不要超过最大深度即可。综合上述，我们可以了解到，一般在使用气压缸时，应尽量让气压缸单纯扮演出力的角色就好，且气压缸与被驱动机构之间的连接最好保有浮动量或间隙。要达成这些目的，一个简单的方式就是使用浮动接头。最后，我们总结一下使用浮动接头的几个好处：一、机构的加工精度、组装精度不高时也可连接；二、安装简单，可缩短安装调整时间；三、避免气压缸直接受力，延长使用寿命。以上为浮动接头的介绍，感谢观看，我们下回见，拜。